欢迎大家来到书界小教室，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。这个念的太多次。今天很高兴的是，我们找到一个徐小姐哦，她来的时候是因为长期控痘嘛，然后就有敏感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又干又有表现，然后1年下来还是被迫上妆了，所以我们这样子辗转的处理它哈，然后她的皮肤，现在至少恢复基本的健康嘛，以健康来说算健康，然后痘子还在发了哦，可是基本健康嘛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请她跟我们讲一下她的心路历程。好，所以我们请徐小姐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这样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已经实施肌戒毒一年的病友。那今天很高兴受邀来做这个肌戒毒的分享。突然间发现她讲话很像我们那个空姐，大家可以去看空姐那一集，空姐讲话也都很咬文嚼字。那问一下，我印象中你是为了脸上干燥啦、敏感啦、又干又有来的，然后当时的青春痘比现在稍微严重一点，现在还是有青春痘嘛，对啊，所以这1年下来，为什么你会挑肌戒毒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肌戒毒1年下来你会这样坚持？所以有什么因缘让你选肌戒毒？因为其实我从10岁开始就开始长痘了，那我当时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油肌，搞错了。再来。那等到大学的时候，其实痘痘没这么多了，可是因为鼻子上面还是有一些鼻头粉刺，所以我就开始接触保养品之后，就觉得我应该要拼命的控油抗痘。那我的确也在这些保养品的帮助下面，觉得出油量改善了。那而且也觉得好像毛孔变小了，真的就像大家现在流行讲的，就是水煮蛋肌。可是后来我出国几年之后，发现我就是皮肤越来越蜡黄，而且开始爆痘。那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更加的拼命的控油抗痘，而且甚至加了很多的含酸类的美白保养品，希望去改善蜡黄的症状。那后来回国之后，虽然你说靠看皮肤科把痘痘状况控制下来了，可是蜡黄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善。那再加上后来没多久，我就发现我开始出现一些敏感肌的征兆，像是我的鼻翼开始泛红、脱屑、刺痛。那我的额头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像是斑块，还有一些角质堆积的硬壳，那就是怎么的看医生呢？不管是打雷射，甚至你说靠中医调理，这样子过了5年以上，然后一直换药都没有治好。那就在那时候的状况，大概就是去年的时候，我接触到宋医生的肌戒毒理论，那发现里面他讲的个案的状况，不管是在肤况的转变，还是在皮肤疾病方面，都跟我的状况非常类似。那其实也是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，所以我才开始实施肌戒毒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听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走投无路嘛哈。肌戒毒这件事是真的很多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开始走。俗话说，想要得这个果就要那么栽嘛，所以你今天得这个果就是过去那么栽，可是你想要得到甜美的果，你就必须要这样栽。对，肌戒毒这1年，走投无路之后的肌戒毒，你得到了什么？就是你觉得你最高兴的是什么？最痛苦的是什么？整个过程是怎么样？好，首先我会先来讲我最痛苦的上半年的时间点。那在自己上半年的这段时间，其实我爆了很大的一波的痘，也就是很严重的一波的排异期。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首先是我全脸爆满了痘，不管是以前本来就会偶尔爆痘的 T 字，或者是以前我甚至从来没有爆过痘的脸颊、太阳穴，甚至是轮廓线到脖子都爆满了痘，而且这时候的痘痘是像那种囊肿痘、大脓痘那种很痛，然后又很深的痘痘。那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还有一段时间是整脸局部的有各种的脱皮，有点像是蛇在蜕皮那样子，不停的反复脱皮。那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化妆已经完全遮不住了。那更糟糕的是，我戴口罩，那口罩摩擦到我的脸颊都会刺痛，然后泛红，然后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是不停的在脱屑，然后在爆痘的状况下度过。那另外很糟糕的状况是，因为在肌戒毒的过程中，我有很大的一波排异，那所以甚至在脖颈、肩膀的局部的部分，会有一些像是荨麻疹的部分，也是忽然就爆出来。那因为这个时候为了要去戒断以前药物滥用的状况，所以我也不太敢擦类固醇。那可是当我荨麻疹夹起来的时候，我半夜甚至没有办法睡觉。
所以这段时间对我的身心状况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煎熬。那因为就是一个完全毁容的状况，所以我其实是真的蛮痛苦的。那你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？其实会坚持下来，原因是因为，我到后期就是大概机械毒下半年的时候，虽然还是大概报了2波的排异左右，可是我会发现，在这2波排异里面，痘痘其实是越来越少的。从刚开始满脸痘，到后来，痘痘慢慢只局部爆在太阳穴、脸颊、轮廓线 U 字的部分。那而且从痘痘的状况来说，从以前痛得要死的那种大闷痘，慢慢变成那种浅层痘，就是像丘疹痘或者是内包粉刺这一类的小痘痘。那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其实我也发现说，原本以前又干又油的 T 字部位，它除了已经开始不爆痘的状况，那也慢慢说，它好像会自己有点出油。可是这个出油的状况是舒服的，不会说夏天你闻到自己满脸的油味，然后甚至还会反光那样子很恶心的那种油，是属于好像，我就算不需要保养品介入，在换季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不舒服的那种油。那另外在这2波排异的状况里面，其实我也有发现，在我原本怎么治都治不好的一些敏感肌的症状，其实就算我不用药不去理它，它也自己就不药而愈了。那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，我以前其实在眼下跟我眉间的地方，其实有一点点的那种小细纹。可是在我机械毒后，在不介入各种保养品的状况下，其实它也是慢慢不知不觉的就自己改善了。那甚至我以前怎么擦酸、擦美白保养品，想要改善的暗沉、蜡黄，那甚至是还有我以前爆痘留下来的红痘疤。那这些以前都要靠光疗啊，靠药物介入的这些问题，也是在机械毒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它就自己改善了。那现在大概其实我的红痘印，从以前大概拖1-2个月它都淡不掉，到现在大概2个礼拜吧，它自己就自己消了。所以这是我是觉得到后期很神奇的地方。各位知道我们是一个分享心灵的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分享皮肤知识的频道，所以一定要讲一下皮肤知识。刚刚那个徐小姐在讲的那段，其实故事是这样哈，就是当你在不断控油抗痘的时候，它会从毛囊口渗进去。这个是大概差不多10年前有新的 paper 在证实说，其实80%的外用药物不是从皮肤间隙进去，是从毛囊口进去。那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也发现，当你从毛囊口进去，第一件事它会先抗痘，是的，所以你在很认真控油抗痘的初期，你会觉得你的青痘改善。可是随着它一直渗，你的皮肤的深层可能会因此受到刺激，然后它的角质就代谢。所以第2件事情，你就开始发现好奇怪，我的控油抗痘好像比较好，可是我的角质开始卡住。那卡住，随着再加上毛孔塞住，你的皮肤的那个整个角质代谢就进入停滞。可是有些地方它的油还是在出哈，有些地方被塞了。那出了油就在上面漂泊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乳化。然后你就觉得你皮肤就是因为它停滞嘛，就整个没有办法乳化，就干燥，然后上面又飘一堆油，你就觉得又油。然后可是你的青春痘其实还没有完全控制好，所以这时候你就出现又干又油又粉刺啊，它在下面造成发炎，就觉得又敏感肌，所以它的整个学理其实这样啊。那我们有征得徐小姐同意给各位看一下她当时的图啊，这个图我排的比较乱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。就是她的一开始来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脸其实还白白的还不错，然后慢慢的青春痘一直发出来，然后到后来就经过一段时间，这是2023年10月到2024年的7月，它的青春痘经过一波，然后就改善的比原来好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到了8月它就又出第2波哈，然后接下来到了从这样跑过来，因为我们刚刚是这样跑嘛，这样继续跑过来到这里，到了8月的时候又出了一波，然后到了11月，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是11月多12月嘛，然后我们能够抓到最新的是11月，就你可以发现它的皮肤其实是在肉眼上看，它确实经过一波一波的。就是我们让那个毛孔里头的东西吐出来哈，那在比较以你为傲的那个50倍里头，其实我们看到也是一开始你可以看到毛孔有一些颗粒堵塞，然后一些屯的，然后慢慢它的纹路就变干净，然后之后就开始角质代谢，整个臀后的情况又开始产生，然后随着臀后产生，它的臀后代谢，然后它的颗粒就清掉，然后慢慢又来到这里，然后到最后你可以看得到后面的图，它的纹路的情况就蛮好，然后颗粒也比较少。那从深部的真皮去看它，其实意思是一样，就你可以看到一开始
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暗沉的黑黑的感觉，然后慢慢的代谢掉就没有了。那甚至你可以看到，他在7月份你看这样一直代谢来，到7月份还有上一些妆不得已上一些妆。可是，在经过1-2个月的代谢那8月份它的妆慢慢就代谢掉，那就看到它整个深部的角质堆积就没有。换句话说，肌肤监测给你证据刚刚我们问的徐小姐说什么东西给你信心？她给你的信心是因为她观察到后面。可是有时候你没有地图指引，你一直往北走，你可以走到比较寒冷的地方去。可是当你还在很热的地方，你就不仅会怀疑自己，说我这样的方向对吗？有个指南针对你是好的所以机介毒是肌肤监测的应用，然后在有肌肤监测的情况下，有图你会比较有把握可以走到底。那个我们常常有想到一句话，就是上帝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，然后所以我就要带领后面的人。这么辛苦走过来，我相信敏感肌改善了应该也很高兴嘛而且应该是看到阳光，就是这一生不再会敏感肌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对，人生有望。对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对后来者有什么想要告诉他们你的经验？经过这1整年的机介毒的过程，我必须要讲实在话，这一段过渡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时间。那而且它不会说是你走到高峰期的时候，你忽然后悔了，你可以马上有一个机制，马上把它卡下来，忽然不长痘，不排异。那所以。对有兴趣可能想实施机介毒的人，那透过我1整年的经验，我会有以下的几个建议。首先是你的状况，皮肤的状况可能是四处求医，那反复的各种的用药之后，却一直没有办法治好，那反复发作的状况下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来做机介毒。那在做机介毒的之前，你必须要先确认说自己的生计、自己的收入不会受到暂时的排异、爆痘或是烂脸而影响你的收入。那除了这2点之外，因为机介毒的过程其实真的很辛苦。那在排异高峰期的时候，其实真的会爆出比你预想更多的痘痘。那这段时间其实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，你会受到很大的压力。所以我会认为说，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而且要有很强烈的信念，说你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。那为了去支持你这个信念，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回诊，那透过宋医生帮你不停的拍图，那提供证据，让你知道说，你的皮肤是逐渐的在转好的，那你才会有信心说你是在做正确的事情。那另外就是你在回诊的过程中，医生也会透过检查你每次皮肤的状况，来给你不同的治疗的建议。那你也要去很认真、确实的去执行这些建议。那这样子，你才能真正的度过比较舒适、有自信的去度过这一段机介毒的时期。那在做机介毒之前，我也是建议大家先去把机介毒的理论先看清楚，那确认自己是机介毒理论里面听到的那种类似的个案状况。那这样子你再来做机介毒的时候，医生也比较有方向去指引你该怎么度过这段时间。那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对痘痘啊，或是敏感肌的各种的西医的治疗理论，其实也很多。那不同的理论可能是适合不同的个案状况。那其实我也是希望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尝试各种的正规的疗法，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皮肤治疗的状况。好，那个每次只要跟理工系的人录影，我们就要很啰嗦的补一下。我是佛教徒的哈，佛教徒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那个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哈，就是我们做肌肤监测的人很清楚的看到维系的表现，所以我知道你只要去控油抗痘，你就一定会塞；你只要上妆，你就一定会塞。那塞了，你就一定要承受这个后果，对吧？哈。可是这些事情在现实世界里面，大家是没看到的，所以大家只会看到我现在上妆很漂亮，我现在控油抗痘下来，全都变好。那可是当他们一直往前进展到堵塞的敏感肌以后，他们不想承受敏感肌的苦果，他们也不想承受青春痘再度排除的那个苦果。所以那个刚刚徐小姐讲得很好哦，就是从20年前我们开始做肌肤监测以后，我们就有一个自觉哦，当你发现了真相以后，你就要退居到最后线。如果你
还抱持任何其他的希望，就是你希望用雷射处理，你希望用果酸处理，我没有意见哦，就你去尝试哦。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答案呢，就是那个走投无路的状态下，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下真相，这就是肌肤监测。好了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其实像我这么腼腆的理工男，遇到理工女，我们这么理智的人，还要讲那个有皮肤问题找舒肤机械，然后让舒肤机械找到你的皮肤健康这样，对。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是小编每次都要讲的，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这样子很辛苦，就请你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啊，我们把更好的知识发展给更多人。